在这个帝国的最北端，紧挨着恶龙的领地，到处都是冰雪和战争，简直就是一片死地。就在这荒凉的高塔里，关着一个身份尊贵的人，卢森福德的大公夫人凯拉。谁能想到，她竟然被亲生丈夫关在这里，没有食物，只能在这等死。她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所有人都在骂她是间谍，说她是皇帝派来的走狗。可谁知道，她只是个没法拒绝命令的妻子，被冤枉，被陷害。凯拉直到这一刻才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原来，她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爱上了一个心里有别人的男人。卢森福德的大公海里安，从两小无猜到现在的形同陌路，这么多年的痴情，最后换来的竟然是这种结局。这份爱成了送他上断头台的最后一把火。4年前的那场意外彻底毁了凯拉的生活。他的父亲阿德奥大公突然死在了皇宫里，女仆冲进来报信的时候，谁都不敢相信堂堂大公竟然死于皇帝的一次擦枪走火。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皇帝文森特亲手杀掉了自己的亲兄弟，也就是凯拉的父亲。皇帝打着保护孤女的幌子，把凯拉当成棋子，强迫她嫁给了海里安，把她送到了卢森福德。凯拉现在才看清，如果她就这么死掉，正好给了皇帝开战的借口。她的命从头到尾都只是别人的筹码。都到这一步了，凯拉竟然还在担心那个男人，觉得自己真是可悲到了极点。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动静，本以为是来收尸的，结果推门进来的竟然是那个让他恨入骨髓的女人。碧翠丝笑着说：“凯拉，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居然还没断气，真是让人意外。这个女人才是海里安从小到大真正放在心尖上疼爱的人，也是把凯拉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的罪魁祸首。”碧翠丝凑到跟前，说要在凯拉临死前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顺便还递过来一瓶来路不明的药水。碧翠丝冷笑着说：“你和你丈夫真是太好骗了，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原来从海里安小时候开始，碧翠丝就在对他进行洗脑，这个男人早就成了他手里的提线木偶。最讽刺的是，凯拉越是努力想证明清白，碧翠丝就越有办法让他看起来像个坏人。每一个坑，凯拉都精准地踩了进去。看着眼前的毒药，凯拉竟然觉得这是一种解脱。这种日子，他真的一秒钟都不想再过了。但碧翠丝还没打算放过他，他突然提到了皇帝文森特，还亲昵地称呼他为我的爱人。凯拉整个人都懵了，更让他绝望的真相还在后面。碧翠丝嘲讽道：“你以为那把枪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你丈夫海里安亲手送给皇帝的。他明明知道皇帝拿这把枪是要去杀谁，但他还是递了刀子，因为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军火都出自他的领地。海里安觉得只要讨好了皇帝，当个听话的走狗，就能保住他的领地和母亲，甚至保住他心爱的碧翠丝。可怜的凯拉，直到这一刻才发现自己竟然嫁给了杀父仇人的帮凶。这4年的婚姻简直就是个笑话，没得到过一丁点爱，最后还要背着莫须有的罪名死掉。在碧翠丝疯狂的笑声中，凯拉的世界彻底陷入了黑暗。这辈子终于要结束了，本以为已经彻底断气了，那种痛苦消失后的轻松感，让凯拉觉得死掉其实也挺幸福的。可谁能想到，耳边突然传来了呼唤声，睁开眼一看，竟然是那个早就消失的女仆。凯拉整个人都傻了，这熟悉的房间，这熟悉的摆设，这里分明就是她以前的家。女仆还在旁边念叨，问她是不是做噩梦了。凯拉根本不敢相信，难道之前经历的那些惨剧全都是一场梦？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活见鬼了，凯拉对着自己的脸狠狠就是一巴掌，这火辣辣的疼让她彻底清醒了，这不是梦，她竟然真的重生了。凯拉还没从重生的震撼中缓过来，女仆塞西尔就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大公大人正在等他。”听到父亲的名字，凯拉整个人都定住了。那个在记忆里已经惨死的男人，现在竟然活生生的就在隔壁。她顾不上解释，提着裙子在走廊里飞奔。这熟悉的阳光，这温暖的家，一切真实的让人不敢相信。不管是做梦还是现实，只要能再见父亲一面，让他做什么都愿意。站在那扇熟悉的房门前，凯拉停顿了一下，轻声问：“父亲，您找我吗？”门后传来了那个威严的声音：“进来吧。”这一刻，凯拉知道她的命运真的要彻底重写了。门一推开，真的是父亲，他正忙着整理衣服，随口叮嘱凯拉今晚要进宫办事，让他一个人先吃先睡。看着眼前活生生的父亲，凯拉心里全是失而复得的庆幸，这种感觉让他几乎要哭出来。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定住了，这套衣服，这件深蓝色的制服，正是父亲去世那天穿的那一件。凯拉赶紧追问为什么要进宫。阿德奥叹了口气，说他也不清楚，皇帝的心思谁能猜得透？凯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这是梦还是重生，如果今天就是那个死期，他必须要做点什么。结果父亲一回头，却盯着他的脸问：“你的脸怎么红了？”面对父亲的关心，凯拉随口敷衍了过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件东西，必须在父亲进宫前把它找出来。找到了，就是这个能保命的传家宝。凯拉不由分说，直接把项链套在父亲脖子上，不管父亲怎么纳闷，他只要父亲能平安回来。最后，凯拉压低声音交代了一句：“千万不要相信皇帝，半个字都不要信。文森特那个疯子，一旦事情脱离掌控，他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干得出来。看看皇帝对亲兄弟干的那些事，就知道他有多狠毒。虽然给了父亲保命项链，但那东西只能挡住一次攻击。”凯拉突然反应过来，前世皇帝杀掉父亲后，编了一堆借口掩盖真相。最关键的是，那个疯子手里可不止一颗子弹，光靠一件传家宝根本救不了父亲的命。想到这，凯拉彻底坐不住了，他猛地推开大门，大喊着让人备车，他要立刻进宫。
就在那个花园，那是前世父亲倒下的地方。这一次，他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凯拉在走廊里拼命狂奔，他已经豁出去了。如果真的拦不住悲剧，那就干脆陪父亲一起死。只要还没晚，只要还来得及。终于赶到了花园门口，远远看去，那个熟悉的背影就在前面。凯拉心里一喜，看来还没迟。他大声喊着公爵大人，可等那个人转过身，凯拉整个人都愣住了。站在那里的根本不是父亲，而是那个面容冷峻的男人海里安。凯拉赶紧没话找话，问海里安是不是要去见皇帝，可对方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紫色的眼睛盯着他，这让凯拉心里更没底了。他甚至提出要帮海里安转交东西，只要能让他停下脚步，哪怕是再荒唐的理由，凯拉也得试一试，绝对不能让他过去。如果在这里拦不住他，梦里的惨剧就会再次发生，不管那是现实还是梦境。这一次他一定要改变结局，必须找个借口把他支开。凯拉心一横，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说自己在来的路上看到了拉瓦尔夫人，而且夫人身边好像还围着几个男人。谎话一出口，凯拉自己都觉得心虚，但为了救命，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凯拉心里很清楚，海里安这辈子最在乎的，除了他母亲和皇后，就只有那个碧翠丝了。为了让他赶紧走，凯拉故意装出一副替他着想的样子，说现在赶过去，肯定能见到他的心上人，还催他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让他帮忙转交。可就在凯拉觉得计划要成功的时候，海里安突然开口了，他低声叫了凯拉的名字，语气里透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情绪。结果海里安接下来的话让凯拉彻底傻眼了。他说自己根本不是要去见皇帝，而是刚刚才从皇帝那里出来。他现在算是彻底看透了，眼前这个男人从来没打算理解他真正想要什么，只会一味地消耗他的耐心。凯拉急着去见父亲，海里安却像个拦路虎一样，直接伸手拦住了他，冷冰冰的提醒没有允许，不能进去。这下气氛彻底僵住了。凯拉没有反驳，只是平静地说自己早就知道了。这种反应反而让海里安没话可说。看着凯拉远去的背影，海里安下意识喊出了他的名字，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死一般的沉默。直到这一刻，他才彻底从20年的谎言里清醒过来。原来那种让他是非不分的诅咒，非要等到一切都毁了才会消失。他以前一直以为凯拉是间谍，甚至不顾一切的要把他关进高塔，甚至想过要亲手了结他。结果到头来，他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真正的叛徒其实一直就在他身边，那些他最信任的人才是害他家破人亡的元凶。困扰他多年的枷锁终于碎了，但这迟来的真相真的还能挽回什么吗？直到看见这惨烈的一幕，海里安才彻底清醒过来。帝国军队已经踏平了领地，而他现在除了悔恨，已经一无所有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救回凯拉，可现实却给了他最响的一记耳光。凯拉就那样倒在冰冷的地板上，再也没有了气息。更让他崩溃的是，他明明没有下过断粮的命令，凯拉却是被活活饿死的，是他亲手折磨并杀死了这个原本最无辜的女人。就在这时，碧翠丝竟然还凑了过来，假惺惺地说着真可惜，这语气听着简直让人不寒而栗。海里安终于看清了，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让他背叛凯拉的罪魁祸首，也是皇帝派来的女巫。碧翠丝冷笑着骂他虚伪，直截了当地说凯拉就是被他亲手害死的，现在人才刚走，他居然开始装起深情来了。更扎心的是，碧翠丝亲口承认了，海里安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全是因为他施加的咒语。他这20年都被耍得团团转，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法术，却让他彻底弄丢了最爱的人。海里安现在才明白自己当初错的有多离谱，可惜一切都回不去了。那些在他脑海里转了20年的念头，原来全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咒语。现在枷锁终于碎了，碧翠丝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歇斯底里的吼着，质问为什么要背叛他和皇帝。真相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原来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他伪造的，而海里安竟然真的亲手毁了凯拉。碧翠丝甚至觉得他本该就这样被控制一辈子。他叫嚣着自己从小就在演戏，为了潜伏在他身边费尽心机，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海里安竟然能靠自己冲破咒语。看着眼前这个疯掉的女人，海里安只觉得无比讽刺，没了封印的遮掩，所有的谎言都显得那么可笑。他一步步走向床边，看着那个已经彻底安静的女孩，轻声唤着她的名字凯拉。这一刻他终于看清了现实，自己才是那个满身罪孽的人。看着她瘦弱的样子，海里安缓缓跪倒在床前，看着已经冰冷的凯拉，海里安只能低声说一句对不起。现在大敌当前，他甚至连一场像样的葬礼都给不了他，耳边全是敌人的叫嚣，嘲笑他的家族已经彻底玩完，说他马上就要步凯拉的后尘，连他的父亲都保不住他。邪恶的气息越来越重，周围的怪物多到数不清，但这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既然已经退无可退，那就彻底爆发吧，不管对手是谁，也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海里安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杀红了眼，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件传家宝只能保一次命，现在的凯拉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在皇帝再次动手前把父亲送走，就算把父亲藏进马车，皇帝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只要那个人想杀他们，躲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凯拉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反正自己横竖都是死，只要能换父亲活下去，他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就在他拼命往外跑的时候，2名守卫突然挡住了去路，他们大声质问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局面一下子僵住了。凯拉最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看到父亲还活着，凯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看来那个传家宝
真的成了最后的保命符。但眼前的危机还没解除，皇帝文森特冷着脸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手里还握着那把枪。凯拉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反正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个死，他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关键时刻，海里安突然现身，他找了个极其离谱的借口，说送给皇帝的礼物少了子弹，所以才特意赶回来补上。文森特在心里破口大骂，觉得海里安简直是个蠢货，就因为这点所谓的礼仪，把他精心策划的局全给搅黄了。但他显然没那么好糊弄，盯着眼前的几个人，文森特冷冷地问：“凯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海里安反应很快，他立刻帮凯拉圆场，说他是听到了紧急消息，才急急忙忙跟着自己赶过来的。这谎话编得滴水不漏，可还没等皇帝细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乱，传令兵连滚带爬的跑进来，大喊着皇后出事了，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这消息像炸雷一样，让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了味。凯拉整个人都愣住了，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海里安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原本针对凯拉的质问，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打断。皇宫里一下子乱成了一团，谁也没想到这场博弈还没分出胜负，更大的麻烦就已经找上门了。皇后这一晕，反倒让凯拉觉得有点羡慕，能这样彻底失去意识，对现在的她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她真的太累了，甚至想过干脆就这样消失，再也不用面对这些没完没了的噩梦和算计。直到父亲连叫了几声，凯拉才猛地缓过神来，看着他这副不在状态的样子，父亲心疼坏了，劝他赶紧回家休息。海里安也跟着开口，说他身体本来就弱，要是再受什么刺激，恐怕真的会吃不消。可凯拉只是摇了摇头，语气异常坚定，他现在哪也不去，必须亲眼看到最后的结果。凯拉的父亲突然开口，想单独跟海里安聊聊。海里安没拒绝，只是叮嘱凯拉在原地等着。走之前，海里安脱下披风，顺手递到了凯拉手里，父亲还在旁边补了一句，正好给女儿当毯子盖着。看着怀里这件沉甸甸的披风，凯拉彻底被整不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这个所谓的梦境，到底还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皇帝这次没能除掉父亲，肯定会找别的地方撒气。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海里安到底在跟父亲谈什么？在凯拉的记忆里，海里安绝不是什么简单角色，甚至跟父亲的死脱不了干系。可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完全看不透。难道那些实弹真的是他故意留下的？眼前的这个男人，到底还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凯拉独自躺在沙发上，脑子里乱成了一团。他真的太累了，只想能安安静静地歇一会儿。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开门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过来了？谁能想到，推门进来的竟然是碧翠丝。看着凯拉这副虚弱的样子，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他一边冷笑一边靠近，语气里透着一股子阴狠，甚至还毫不避讳地伸手摸了摸凯拉的脸。碧翠丝轻声念叨着：“我亲爱的凯拉，趁现在还能安稳一会儿，你就抓紧时间享受吧。”这语气听着就没安好心，显然在碧翠丝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更狠的招数在等着他。阿德奥忍不住开口问：“公爵大人，您真的给了陛下一把没有子弹的空枪吗？”海里安语气平静，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最稳妥的做法，哪怕明知道这会招来皇帝的怒火，他也根本不在乎，只要能让今天的事被彻底抹除，这点风险完全值得。毕竟为了凯拉，他必须得平安的活下去。海里安前脚刚走，这不请自来的客人后脚就到了。碧翠丝一进门就开始了他的表演，对着海里安大献殷勤，说自己听说皇后晕倒，简直都要急疯了。可面对这番嘘寒问暖，海里安却连头都没点一下，只是冷冷地盯着他。这下碧翠丝也有点尴尬，还在那儿装模作样的问：“是不是因为太累了，才连话都说不出来？”碧翠丝这下更过分了，直接伸手摸上了海里安的脸，在那儿装的深情款款，说自己是特意来安慰他的，还口口声声说海里安现在只有他了。可海里安根本不吃这一套，语气冷得像结了冰，问他是不是连基本的礼仪都忘了。紧接着他头也不回的叫了守卫，要把这个不速之客直接轰出去。碧翠丝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海里安竟然会这么不留情面。眼看自己要被强行带走，他还想向旁边的海里安求助，可惜根本没人理他。凯拉刚醒过来，就赶紧为刚才的失态道歉，没想到海里安反应极快，直接编了个瞎话帮他打掩护，说他是听到消息太焦急，才一路小跑冲进来的。海里安这次竟然没发火，反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劝他赶紧去休息，还说他身体本来就弱，受不了这种惊吓。说着，他竟然把自己的披风递了过来。凯拉看着眼前的男人，想起他刚才为了自己毫不留情的把碧翠丝赶走，心里莫名有些异样。这一切实在太反常了，简直就像一场美梦。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海里安已经走上前，这一巴掌下去，全场都安静了。谁能想到凯拉竟然真的动了手？看着自己的手，他也觉得自己是疯了，可那种压抑不住的情绪让他根本没法冷静。海里安显然被打懵了，他试着靠近，低声叫着凯拉的名字，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凯拉却像触电一样，猛地把他推开，让他离自己远点。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只是还没睡醒，
其实只有她心里清楚，上辈子为了这个男人，她连命都丢了。这种刻骨铭心的疼，她真的受够了。阿德奥看着凯拉，语气里全是后怕。他说：“刚才真是被吓坏了，让凯拉以后千万别再这么折腾，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凯拉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心里却累到了极点。既然看到阿德奥没事了，他甚至在想，是不是现在死掉也没关系？明明已经死过一次，为什么还要活得这么小心翼翼，连喘口气都觉得费劲？可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哪怕只是在梦里，他也贪心的想要多留一会儿。就在这时，海里安突然凑了过来，他盯着凯拉，问了一个让他愣住的问题。他问，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才让他对他这么冷淡？距离那天已经过了3天，整个皇宫现在乱成一团，所有名医都被紧急召集，却没人能查出皇后昏迷的原因。更让文森特发疯的是，皇后竟然是在他的私人禁地，那个严密监视的仓库里被发现的，谁都想不通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掌控的。不过这对海里安来说反而是个好消息，皇帝现在满脑子都是皇后的事，根本顾不上盯着他。这下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放开手脚去行动了。海里安在心里发誓，这一世他一定要纠正所有的错误，那些过去发生的悲剧绝对不能再重演。尤其是凯拉，看着他日渐消瘦，痛苦挣扎，这种事他绝不允许发生第二次。他要亲手把属于他的人生完完整整的夺回来，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转眼3天过去了，文森特皇帝整个人都垮了，他不吃不喝的守在那，看起来已经到了极限。海里安走上前去，语气听起来特别诚恳，劝皇帝多少吃点东西，一定要保重身体。可谁能想到，在这副关心的面孔下，海里安的嘴角却露出一丝冷笑。真正的清算现在才要开始。文森特冷笑着感慨说，真没想到，最后守在身边的竟然是海里安，那些亲生骨肉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全都是一副德行。他甚至说出一句极其荒唐的话，要是当初能跟海里安的母亲有个孩子，或许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这话听着是在夸奖，实际上却恶心到了极点。海里安死死攥住拳头，一句话都没说。他看着文森特那双眼睛，心里只有无尽的厌恶，就是这种自私又贪婪的眼神，彻底毁了他母亲的一生。文森特并没有察觉到危险，反而话锋一转，突然打听起凯拉进宫的事。海里安早就想好了说辞，随口编了个送药的借口，暂时把这件事给挡了回去。文森特听完也没多想，只是随口感叹阿德奥确实老了。可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他盯着海里安问，听说你把碧翠丝给赶走了？文森特还是不放心，故意提起碧翠丝，问他们不是青梅竹马吗？怎么下手这么狠？海里安回答的滴水不漏，说这只是在按规矩办事，毕竟皇宫重地，不是谁都能随便住的。他心里很清楚，文森特这是在掂量，看他这个棋子还好不好使。文森特摆了摆手，让他先退下，显然现在没精力计较这些。海里安恭敬的行礼离开，可一转身，他的心思全变了。在这个烂透了的地方，母亲终于脱离了掌控，而那些曾经能威胁到他的人，现在也都安全了。至于碧翠丝，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文森特手里那些用来拿捏他的牌，现在已经一张都不剩了。这场局，海里安已经赢了一半。海里安看着凯拉的画像，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文森特只把大家当棋子，那他就要亲手把凯拉带走，脱离那个人的掌控。对他来说，扮演一个听话的儿子根本没什么难度。这一世，他一定要让一切重新洗牌。几天之后，海里安找到了凯拉，直接给他派了个任务，接下来的使团宴会必须由他亲自出面主持。就在这时，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巨轮，克鲁赞的阿尔卡南正带着使团跨海而来。谁也没想到，这位远道而来的王子，竟然就是凯拉的联姻对象。这位就是克鲁赞的阿尔卡南王子，也是凯拉避不开的联姻对象。随从在身后小声提醒：“海边的风太凉了，请殿下回屋休息。”他笑着道了声谢，看起来倒是挺好说话。可越是这种捉摸不透的人，接下来的麻烦恐怕才刚开始。随着这位王子的到来，整座皇宫的氛围都要彻底变了。距离皇后倒下已经好几天了，凯拉看着眼前真实的一切，终于敢确定这不是梦，她真的重生回到了几年前。重活一世，她只想活得比前世久一点。可这到底是恩赐还是诅咒，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皇宫这种地方，光是待着就让人精疲力竭，到处都是明争暗斗，稍微走错一步就是深渊。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哟，瞧瞧这是谁啊？”玛利亚·路易莎公爵夫人笑着打招呼：“哎呀，这不是凯拉吗？真是好久不见，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可这虚伪的寒暄却像一把磨了很久的刀，直接刺中了凯拉的要害。那些被极度折磨的往事瞬间全部涌了上来。这位公爵夫人是皇后的亲信，而她身边的碧翠丝更是海里安青梅竹马的初恋。碧翠丝从小就是社交界的宠儿，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可对凯拉来说，这个女人却是她前世所有痛苦的根源。就因为大家都觉得碧翠丝才应该是海里安的爱人，所以凯拉这个正牌妻子反而成了整座城最招人恨的对象。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凯拉这辈子再也不想体验第二次了。海里安对那个女人的爱有多深，对凯拉的恨就有多重。前世的那几年，他最后竟然是被活活饿死的。那些人带给他的痛苦，现在想起来依然刻骨铭心。凯拉客气地跟公爵夫人打了个招呼，可随着现实感越来越强烈，那种熟悉的不适感也随之而来。这不是梦，仇人真的就在眼前。碧翠丝笑着走过来，语气里全是试探：“听说皇后出事了，陛下现在是不是大发雷霆呀？”看着
这张笑里藏刀的脸。凯拉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没见到皇后，所以并不清楚。”这种表面平静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谁能笑到最后？还没那么简单。公爵夫人阴阳怪气的笑了一声，还以为陛下最近多宠着你呢，看来你跟我们也没什么区别，什么都不知道啊。凯拉现在根本没心情跟他争辩，前世的他总是试图反击，可结果呢？没有娘家撑腰，也没有丈夫认可，最后只落得一个可怜的下场。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了这一切：“凯拉，陛下在找你，跟我走。”海里安的突然出现，让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公爵夫人瞬间变了脸。他刚想开口套个近乎，却被海里安直接无视了。走吧。海里安没有多说一个字，只是冷冷地带着凯拉离开，留下那两个女人在原地尴尬。谁能想到前世那个对自己不闻不问的丈夫，这一世竟然成了帮他解围的人？这下有意思了。海里安不仅直接带走了凯拉，还当众给公爵夫人来了个下马威。凯拉还在纳闷，他是不是怕在这里吵起来会让皇室丢脸？可海里安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场的人全都僵住了。他冷冷地提醒公爵夫人，说话做事最好注意分寸，别忘了身份尊卑有别。更何况这皇宫里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线，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谁也保不住他。说完，海里安拉着凯拉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下那两个女人在原地发呆。谁能想到前世那个冷漠的丈夫，这一世竟然会为了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走远之后，海里安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这一句话让凯拉彻底愣住了，这个男人怎么像是变了个人？海里安一边道歉，一边紧紧握着凯拉的手，甚至承诺以后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她。可凯拉只觉得不对劲，这个男人最近实在太反常了。他不仅没有松手的意思，眼神里还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急切。更让海里安不安的是，凯拉竟然开始对他使用敬语了。这种客气背后的疏远，让他彻底慌了神。他低声追问：“是不是因为太久没见，所以才变得这么生分？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看着眼前这个卑微恳求的男人，凯拉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前世那个冷酷的丈夫，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海里安盯着凯拉，低声说：“我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对我。”凯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觉得别扭的人竟然是他自己。毕竟在这个时间点，海里安还没和他结婚，现在的他还是小时候那个温柔的样子，并没有变成前世那个冷漠的丈夫。两人一起走进皇后的起居室，皇帝文森特早就等在那了。他看着并肩走来的两人，笑着说：“看你们两个现在的样子，简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看着两人这父亲热劲，皇帝文森特忍不住打趣，说：“婚期都近了，还这么黏糊。”他感叹海里安都28了，再加上自己身体大不如前，这门婚事确实不能再拖了。海里安倒是孝顺，比起结婚，他更担心皇帝的身体。不过玩笑归玩笑，文森特很快就转入了正题，他要交给凯拉一个重要的任务。原来克鲁赞的使团已经到了，带头的正是那位埃尔卡南王子。皇帝决定把这个重担交给凯拉，让他全权负责这次的欢迎晚宴。谁能想到这个任务竟然成了局面反转的开始？文森特看着眼前的两人，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说：“现在能信任的心腹也就只有他们几个了。那位阿尔卡南王子可是个出了名的刺头，文森特觉得也只有凯拉能镇得住场子。”他转头问海里安：“你觉得这个安排怎么样？”可海里安只是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这种反应实在太反常了，难道他已经察觉到接下来的局面要变天了？文森特这只老狐狸居然想让海里安去对付大皇子，甚至还打算把他培养成凯拉的未婚夫。海里安一眼就看穿了，这男人是想利用自己去跟他的亲生骨肉自相残杀。这一切的根源全是因为文森特当年的执念，他发了疯一样想要凯拉的母亲为他生个继承人。可结果呢？除了那几个命大的，皇室的血脉几乎没剩下多少。这场权力的游戏只会变得越来越疯狂。虽然皇太子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在文森特眼里，这个亲生儿子根本达不到他的标准。他这明显是想把海里安当成磨刀石，去刺激那个不争气的皇太子，顺便再压榨一下海里安的价值。海里安可不打算配合，他直接回绝说，这种差事应该交给皇太子，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份荣幸。文森特冷笑着反问，那个连礼仪都要重新教的废物，你居然觉得他能行？海里安没有退让，反而继续把皇太子往高处捧，这摆明了是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凯拉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这男人居然敢当面硬刚皇帝，局面一下子变得火药味十足。文森特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打断了所有虚伪的客套，直截了当地告诉眼前的三个人，现在他唯一能信任的就只有他们了。面对这种沉重的压力，没人敢有异议，只能低头领命。转眼间，整个皇宫都忙翻了天。为了接下来的大场面，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仆人。凯拉正对着账本忙得不可开交，女仆却在一旁感叹，如果卢森福德家族还在，这种场面本该由凯拉的母亲来主持。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怀念，但在这种节骨眼上提起来，总让人觉得话里有话。外面那些风言风语，凯拉其实全都知道，但他现在根本没空理会，只想把手头的事情全部做完。就在这时，随从主动走了过来，他说筹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劝他赶紧去休息一下。凯拉还是不放心，总觉得还有细节没盯着，可对方却坚持说，再这么熬下去，身体肯定要吃不消了。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以前凡事都得靠自己硬扛，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替他分担。他终于松了口，打算暂时离开一会儿，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局势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凯拉礼貌地道了谢，终于能从忙碌的现场抽身。推开房门的那一刻，他总算能喘口气了。看着大家还在外面忙碌，自己先溜回来休息，心里难免有点小愧疚。不过好在进度都在掌控中，这种顺利的感觉让他如释重负。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感叹刚才的经历还挺有意思。以前在卢森福德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现在有人配合，效率简直天差地别。事情办得漂亮，但脚是真的累坏了。他迫不及待地踢掉高跟鞋，只想彻底放松一下。可这种平静真的能持续很久吗？本以为房间里没人，凯拉刚想放松一下，结果被突如其来的人引吓得够呛，连鞋子都掉在了地上。他下意识地开始疯狂道歉，甚至都没看清对方是谁，只是一叠声地说着对不起，生怕自己闯了什么大祸。海里安弯下腰，不紧不慢地帮他捡起鞋子，语气平和地叫他的名字，问他为什么会被吓成这样。可凯拉根本冷静不下来，那些因为一点小错就被羞辱的记忆瞬间全部涌了上来，让他除了道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看着他这副惊恐的样子，海里安陷入了沉默。他显然没料到自己的出现会让凯拉产生这么大的反应。看到凯拉被吓成这样，海里安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他主动放低了姿态，说是自己突然出现才把他吓了一跳。他细心地把鞋子放回原处，语气也变得温和了许多，让凯拉不用这么拘谨，毕竟在这种场合谁都想找个清静地方待着。海里安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问他是不是为了躲开外面的应酬才特意跑到这儿来休息，还顺带夸他眼光不错。这间屋子确实是唯一的清静地。可看着凯拉沉默的样子，他心里也在打鼓，到底是因为筹备宴会太累了，还是因为两人太久没见才让他变得这么生分？海里安发现凯拉变得很奇怪，明明刚才还挺放松，转眼间又变得客客气气，这种突如其来的戒备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难道他也和自己一样带着那些痛苦的前世记忆？否则根本没法解释他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疏离。但很快他就释怀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能看到他开心的笑，能像现在这样享受生活，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他很清楚自己根本没资格要求更多，哪怕凯拉变得比记忆中还要冷淡，只要他这一世能过得好，他愿意接受所有的距离。海里安最后看了一眼凯拉，只要他这一世能过得幸福，哪怕自己永远当个局外人，他也心甘情愿。凯拉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才发现自己刚才竟然打了个盹，可还没等他彻底清醒，就感觉到身上多了一份重量，是一件厚实的黑色披风，上面还带着淡淡的熟悉气息，显然是刚才那个人离开时顺手给他披上的。凯拉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他一眼就认出这是谁的东西。凯拉直接把披风甩在一边，这种关心只会让他觉得沉重。在他看来，海里安的这些体贴和温柔本该全都给碧翠丝才对。他一刻也不想多待，转身推门离开，只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和那件被随手丢弃的披风。随着房门重重关上，屋里重新陷入了死寂。海里安独自坐着，听着那声沉重的回响，心里却在阵阵发苦。他不得不承认，凯拉说的一点都没错，现在的他确实已经没资格再做什么了。就在凯拉准备宴会的前一天，克鲁赞的阿尔卡南王子带着使团抵达了。阿尔卡南笑着说，感谢大家在这么困难的时期还能给我们这么热情的欢迎。凯拉礼貌的回应，各位远道而来，帝国理应拿出最高的规格。看着两人相谈甚欢，坐在一旁的海里安心里却不是滋味。他觉得这两个般看起来确实非常般配，比起跟着自己这个落魄公爵，或许嫁给异国的王子，凯拉才能过得更幸福。这种想法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海里安现在心里乱成一团，这种陌生的嫉妒感让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以前面对碧翠丝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觉得自己真是厚颜无耻，明明给不了他什么，却还要在这里泛酸。阿尔卡南王子笑着说，能由凯拉小姐亲自筹备宴会，真是他的荣幸。凯拉也被逗笑了，两人看起来聊得非常投机。海里安只能拼命压抑心里的情绪，他看着凯拉的笑容，不得不承认，这位王子确实是个完美的结婚对象。既然他能让凯拉这么开心，那他确实比自己更合适。就在这时，皇帝文森特突然开口了，他说，看来王子更喜欢凯拉的陪伴，年轻人多亲近亲近也是好事。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皇帝这是在给两人的关系定调子。现在所有人都在转，凯拉和王子联姻已经是板上钉钉，大家都在算这场婚事能给两个国家带来多少好处。没人比海里安算得更仔细，也没人比他更绝望。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快要彻底出局了。晚宴上，皇帝文森特笑得一脸灿烂，他当众夸奖阿德奥，说他养出了一个完美的女儿。阿德奥赶紧低头谦虚，场面上看起来全都是皇室的体面和荣耀。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一片祥和之下，皇帝竟然连手里的动作都控制不住了。这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到底在害怕什么？第二天一早，海里安正打算离开，碧翠丝却在身后紧追不舍，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海里安停下脚步，心里却全是对自己的嘲讽。他觉得自己简直蠢透了。他以前一直以为碧翠丝表现得那么张扬，只是为了在皇帝手下活命。可现在想想，这根本就不合逻辑。一个被当成人质的人，怎么可能表现得那么肆无忌惮？他早该怀疑的。海里安转过身，冷冷地问：“到底有什么话，非要追着我说不可？”碧翠丝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问他是不是在生气？为什么最近表现得这么反常？海里安看着他，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这个女人又要开始施展咒语了。他语气平静地回答：“生气？我一点都没有生气。”碧翠丝还在那演戏。他说自己找遍了整个会场，甚至不得不去问凯拉，才终于找到了海里安。他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
埋怨海里安一年才回几次首都，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他这么难堪。海里安心里冷笑一声，他现在总算看明白了，碧翠丝真正在意的是他在凯拉面前冷落了他。从小到大，碧翠丝对凯拉就不只是嫉妒，而是赤裸裸的鄙视。可偏偏凯拉才是那个被所有人宠爱的人，所以碧翠丝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炫耀和海里安的关系来狠狠地踩低凯拉。这种把戏他玩了整整一辈子。就在这时，碧翠丝突然拔高了音调，质问海里安怎么能这么冷酷。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周围突然冒出了诡异的紫色烟雾，像锁链一样缠绕过来。海里安瞬间反应过来，那句你不能这样对我，就是启动洗脑咒语的口令。碧翠丝还在继续施法，口口声声说自己为了海里安，到现在都没有嫁人，全帝国的人都知道她是他的女人。他以为只要咒语一响，海里安就会像以前一样乖乖听话，可他不知道这招现在已经没用了。海里安现在彻底清醒了，他看着眼前的女人，只觉得以前的自己简直蠢得卦象，竟然会相信他的那些鬼话。他突然开口叫住碧翠丝，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他说：“既然你觉得在首都受了委屈，那我们就一起去卢森福德吧。”海里安心里已经算好了，他要把无辜的凯拉送去南方避难，而碧翠丝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必须跟他一起去北方的地狱。他甚至还假装一脸愧疚，说自己回来晚了，要立刻去求皇帝恩准带他走。这下轮到碧翠丝傻眼了，他原本只是想装伪去拿捏海里安，哪知道这男人竟然要玩真的，还要带他去那种鸟不拉屎的荒凉之地。他开始拼命找借口，一会儿说太突然了，一会儿又说皇帝肯定不会答应，甚至改口说自己必须留在首都。看着碧翠丝语无伦次的样子，海里安心里只有冷笑。这场戏现在才真正开始反转。海里安这一招真是绝了，他看准了碧翠丝舍不得首都的荣华富贵，故意说要带她远走高飞。这下碧翠丝彻底没话说了。海里安心里很清楚，只要他把这件事捅到皇帝那，皇帝绝对会顺水推舟，把这个麻烦精彻底打发走。他根本不想再听碧翠丝狡辩，随口丢下一句还有事，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只留下碧翠丝一个人在原地发愣。画面一转，宴会厅里依旧热闹非凡，凯拉一露面就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可他现在心里烦得要死，刚才碧翠丝还跑来质问他，打听海里安到底去了哪。凯拉觉得自己简直倒霉透了，明明是那两个人的烂摊子，结果每次受气的竟然都是他这个外人。凯拉现在总算看清了，海里安这几天故意献殷勤，摆明了是拿他当挡箭牌，故意去气那个碧翠丝。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工具人，夹在那两个人的感情纠纷里，成了他们博弈的棋子。这种感觉简直糟糕透了。其实这种局面从小就开始了，无论他以前怎么追在海里安身后，都始终融不进那两个人的世界，他永远只是个局外人。想到这，凯拉决定彻底放手，管他们是在外面吵架还是和好，哪怕是同生共死，他也一点都不在乎了。就在他想静静的时候，克鲁赞王子阿尔卡南出现了。这个男人带着一脸笑意，主动过来跟他搭话，可还没聊上两句，海里安竟然也推门走了进来。这下好了，原本就乱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了。海里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他盯着凯拉的眼神明显带着一种审视。阿尔卡南还没察觉到不对劲，还主动上前打招呼。面对关于音乐的闲聊，海里安的回答简直让人接不住话。他说自己只听过侵略者的战歌，最奇怪的是，他一边说着这种杀气腾腾的话，一边死死盯着凯拉。阿尔卡南被随从叫走，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现在这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海里安慢慢靠近，在凯拉耳边低声叫她的名字，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他突然问：“你是不是生病了？”